嗨，我是蓝彦俊，我是今年成大 IGM Team 的 Advisor， 同时也是去年的 Web Team Leader。今天我要挑战介绍一个科学概念给5个不同等级的受访者。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合成生物学 （Synthetic Biology）。合成生物学是一个工程和生物学交集的一个领域，主要是在研究如何用人工合成的 DNA 分子去编码生物的行为，或是产生特定的生物功能。那这在产业或者是在基础研究上都有相当大的潜力。希望今天看完影片的人都能多少理解一点合成生物学在做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是合成生物学。你有听过合成生物学吗？没有欸。其实合成生物学主要是在做关于人工合成 DNA 的研究。那你知道 DNA 是什么吗？ DNA 就是 ATCG。对，那今天合成生物学我们有能力去合成这些 DNA， 去合成这些遗传物质，基本上我们有能力可以创造新的生命。今天假设我们可以创造新的生命的话，你会想要，或者是假如我们有能力去合成 DNA 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那个什么卡通里面可爱那个彩虹小马，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就是它身上会发光我觉得做那种身上会发光的生物还蛮有趣。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让细菌发光，那就只差是我们要帮彩虹小马装上翅膀这样子。不过我觉得飞起来，如果人也可以飞起来就好了。人也可以飞起来，说不定这就是有一天合成生物学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合成生物学。你之前有听过合成生物学吗？没有。OK， 合成生物学顾名思义就是在讲说一个研究生物合成分子还有人造生物系统的一门学问。那生物跟生物之间其实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由核酸来去组成我们的遗传物质，这样子，不管是 DNA 或是 RNA。像人的话是 DNA 嘛，然后动物的话大部分是 DNA。那 RNA 的话比较少见，但是在病毒里面会有这样子。那像这次新冠肺炎，它就是 RNA 的病毒。今天在讲说合成生物学的话，我们讲说合成的生物系统。那其实我们是从源头去做控制 ，DNA、RNA、蛋白质嘛。那我们是从源头控制，我们可以现在合成一段我们可以合成一个细菌的基因组，甚至是我们可以合成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一些 DNA 分子。那这跟基因剪辑是一样。基因剪辑算是合成生物学可以做到的其中一部分，但是现在科学家能做到的基因编辑或者是说基因剪辑，它主要是对目前已经存在的 DNA 做小片段的修正。那合成生物学比较像是我可以从零开始，然后去合成一些去创造东西。那这有点类似像是说你在一个文章基因编辑，像你在已经存在的文章上涂改。那合成生物学的话，是我从头到尾开始写一份新的文章，这样子。就是说，大自然或者演化的力量可以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东西。那今天合成生物学其实有点像是跟大自然来学习，那我们一样也是可以掌握生物跟生物之间最基础的语言，就是 DNA。那我们把 DNA 自己写出来，那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自己做演化。那这些 DNA 所产出来的蛋白质，说不定就可以解决世界上一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好比说像全球暖化。那这边还有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是在讲说有人，我们都知道植物会吃二氧化碳嘛，那其实很多人在做的事情是让细菌也可以吃二氧化碳，而且是让细菌只吃二氧化碳。就今天除了植物之外，那我的细菌也可以从空气中抓二氧化碳下来，然后把二氧化碳转成它自己的生物质。那今天我就可以把那些细菌收下来，可能打碎或者是拿去煮，然后它就可能会变成生质燃料。对，所以这也是合成生物学一个蛮有趣的应用。那今天我们这个影片想要聊的东西叫合成生物学。你们有在这些课程当中听过这个概念吗？就不太了解。对，有听过吗？对，有听过这个。OK， 就可能会，可能有提到生物技术之类的。提到生物技术 ，OK， 对，其实合成生物学跟生物技术有点关联性，但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有它特殊的定义。那主要是我们可以用做 DNA 的全合成。大概在20年前，有人开始整理出合成生物学精细的定义。那他们给出的定义是说，用非天然的人工合成的分子来去执行生物的功能。刚刚讲到那个用
非生物的因子来去执行生物功能，这已经是20年前的定义了。那现在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定义是设计和创造新的生物零件、装置和系统。那零件装置系统其实是从工程学来的名词，目的是希望我们可以把复杂生物系统做简化。我每一段 DNA 它都可以有对应到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就可以去做拼装，然后我们可以预测。因为工程最重要的是希望我可以预测结果。大家都知道说，生物学一定会有例外，但是工程就是希望说我不要有例外，就是我们要怎样的？对，我要怎么样设计我的东西？对，那这是我自己觉得这是蛮大的一个突破，因为就是想说，大家就是想说，生物系统很复杂，你没有办法完全驾驭它们。但事实上，现在当我们能从最基本的，好比说合成 DNA 的分子开始，我这边有一张图，像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所谓在讲所谓的 bio brick。那其实这个3个不同的号码，其实代表不同的 DNA 的原理。其实这3个不同的号码代表不同 DNA 的片段。那其实它们都有特定对应到的功能。像前面这个箭头的话，它其实就代表是叫 promoter。那 promoter 其实就是代表说我 transcription 发生的地方。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 transcription， 然后这个半圆形的叫 ribosome binding site， 那就是核糖体结合的位置。从这个地方开始就可以开始做 protein。那后面这个东西是一个叫荧光蛋白1004，就是 GFP， 有听过吧？对。所以今天假设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这样，它其实就是一个 bio brick 的一个组合。那我用这个组合，假如我替换前面的这些东西的话，我就可以有好比说我可以提升这个 GFP 的表现量，我换更强的 promoter， 我换更强的 ribosome binding site， 那我 GFP 的量我就可以提升。那它是一个工程上的角度去看生物系统，说，我每一个 bio brick 每一个 part， 对，我换一个部件，那我可以预期它的功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学姐是去年的 advisor， 那今年也换我变成这个角色，我就要带小朋友们，就是做实验啊，或者是给他们一些观念或者干嘛的。对。那想请问学姐觉得合成生物学是什么？合成生物学哦，对我来说，它就像是在编写一个程式，然后只是它的语言是从一个指令嘛变成 DNA， 那我们可以借由去排列不同的 DNA 序列，然后组成就 iGen 来讲它叫做 bio brick， 然后我们借由去像堆积木一样，就是把这些 bio brick 组起来，然后它就可以在像是细胞或细菌里面去表现不同的功能。对，这其实 iGen bio brick 其实是应该说整个合成生物学的一个核心。它其实2003年那个时候，他们想 set up 这个系统，其实就是想把 DNA 给标准化。就我只要把这个 DNA 它对应到的功能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给注解下来，那后人只要组装，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特定的生物功能。所以学姐之前都是学姐带我们做实验，好像比较少提到学姐自己主要在做的研究是什么的。我的研究主要是在做跟细菌相关的疫苗，然后就是对纯化出我要的蛋白之后，把它包进载体里面当做疫苗。对，然后主要就是预防细菌的感染。刚刚学姐有讲到，学姐是在做蛋白的纯化，然后来做疫苗。那假如今天学姐回到2年前，可能有机会在自己的实验上使用合成生物学的一些技术，学姐会用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我一开始先想到，当然就是可以减少 gene cloning 的这个步骤跟时间，因为如果你可以全合成一段你就是要的 construct， 对，你就可以不用在那边一直在准备材料，就是 PCR， 然后做 transform 又失败。那另外一个对于蛋白纯化来讲，应该就是像刚有提到的 codon optimize。对，因为对 codon optimize 就可以强化蛋白的那个，这样我就不用一直纯化，然后制备材料。对，确实合成生物学在基础研究上面的方面，比较像是它可以提供一个更强大的材料。对。学姐和我一样，都算是生物学本科出身的人，这样子。那我不知道学姐在接触到合成生物学这个领域或这个名词之后，有没有觉得它跟生物学最大的差异是在什么地方？就我参加去年的 iGen 的 team 来说，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除了在做生物实验之外，还会有一组就是叫 dry team， 然后还会去负责做 modeling 啊，然后去预测，用一些数学的方法
去做运算，这是我觉得跟我一般在做的实验是最大的不同。所以之前，好像大学的生物实验或者之前我们跑实验室里面都比较少提到，就是模拟这一块。对，就是我好比我想要预测这个实验的结果，或者说对，它会有什么反应？对，特别是像这听起来其实一开始会不太直观，因为好比说生物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然后想说，我真的可以用数学模拟它们吗？就是大家常都讲说，就是 simulation 不等于 in vivo，就是 in vitro 不等于 in vivo，不过确实合成生物学是努力想要填补上这个 gap 的。假如好比说像真的 AI 或者是我们 data 量有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说不定就能做这样的简化。所以像现在常在用的像 bioinformatics 或者是 gene annotation，其实也就是大部分是在做1980或1990那个时候觉得不可能，我们不可能理解所有生物学的所有内容，然后我们就说这一段 DNA 就是这样，对，这个就是这样，对。现在我们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看到生物学的一个 big picture， 对，然后我们可以拿那些材料，然后去做不同的应用。那其实 iGEM 或者是合成生物学，它算是一个非常跨领域的一个领域，这样子。它除了要求生物背景的人加入，那也会希望是说，有电机或者资讯相关机械对背景的人去加入这一块，然后就说，我们生物的东西能不能 scale up 到，就是好比说机械，或者是跟机械做整合。那学姐知道有趣的事情是 ，iGEM 其实2004年是麻省理工一群机械系的人就是创造出来的。原本想说就是，我能不能把 DNA 像电子元件一样去做操作，然后是我们明确知道它们每一个特定的功能，然后你看能不能组装成一个有用的机器，或者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东西。所以对合成生物学确实是一个蛮让人兴奋的一个领域，这样子。今天很高兴能邀请就是吴老师和成大的合成生物学专家来到这边跟我们参与这个 Five Levels 的影片。那想请老师定义一下，老师觉得合成生物学是什么？首先我要感谢一下以迅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这几年对于合成生物学的定义的看法。其实合成生物学就像是我们在玩乐高积木一样，就是它是对生命的。我们把所有的 DNA 当成是元件来看的话，对 Biobrick， 然后把它可以用固定的方法组装起来，然后变成新的生命或工具。这个有功能的东西，最后是以前前所未见的。所以我们觉得合成生物学是一个可以把生命重新改写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用合成生物学创造新的功能，而且这几乎是无限的想象，因为非常好。对，合成生物学的核心就是 DNA 全合成。那 DNA 其实就是生命之间共同的语言。那我们掌握了这个技术，其实我们几乎是无所不能。我们只要有想象力，任何。我看怡君也很喜欢合成生物学。对，其实，在跟 iGEM 团队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都鼓励他们，就是讲说，你先有一个想法，那我们想办法把用技术把这个东西慢慢堆起来。所以其实合成生物学的limit the sky is the limit。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空间，去做生命科学的事情，还有不止生命哦，还有可以很多的应用。老师是化工背景的，老师是怎么样从化工还有工程，然后去涉足这个合成生物学这个领域的？很好的问题哈，其实我认识合成生物学，就是因为认识iGEM。如果讲起来，就是已经是11年前的事情了。11年前很久，我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国中的。你们还在国中的时候。对。大概我在上一个工作就是带领厦门大学去参加合成生物学竞赛 iGEM 的时候呢，让我第一次了解，什么叫合成生物学？其实给我第一个感受是，学生都好有热情，想要把这个全新的舞台去做一些新的创意，所以他们常常都要激发一下脑筋，想一些 idea 出来。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拿到一些很好的成果。然后我因为自己的家庭因素，所以我决定回成大。现在在跟你们一起共作，然后跟你们一起在这个合成生物学的路上一起努力。所以成大在5年前，我们开始有合成生物学这个竞赛，就是其实这件衣服很有纪念价值因为这是2016年我们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我们当年其实都是我想应该是没有非常成熟，但是同学就是很有想法。我们第一届就拿了金牌这样。是啊，那时候是一个叫 You Know 的一个主题，所以用尿液 urine
这个里面的成分如果有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合成生物学的这个基因工程菌去侦测这个里面有糖的尿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可能是糖尿病。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叫 You Know 这样子一个过程。其实生物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感应环境的变化，然后做出反应。那其实这也是合成生物学很常用到的，好比说像 biosensor。是，对 biosensor 这个非常好的平台，用生物来去侦测所有的讯号。对。其实我之前看 Nature 的一些新闻上面就讲说，就是 biosensor 的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会要应用直接在人体身上。我看到一个是，它就是把细菌然后装在一个 capsule 里面，然后就是让人吞下去，然后那个 capsule 里面就是它吞到肠道之后，然后它可以跟就是外界做物质交换，细菌去感应到这些物质，它不会漏出来，然后再用电磁波的讯号就从发出来。我可以直接在人体当中去做化学讯号的侦测，这样就不用什么说大肠镜啊，或者甚至是要组织切片。是啊，所以其实有些人会嫌生物很慢因为生物反应本来就没像化学反应啊，或者说物理反应这么快。但是生物反应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人体、跟生命可以完全结合。对，生物的东西就应该用生物的方式来去做感测。是。所以老师跑了10年的，这样算10年的 iGEM 吗？是，对。老师有观察到那个 iGEM 有一些趋势吗，或者是变化？我自己觉得嘞，它是一开始比较着重的是可能在这个 DNA 的设计啊，然后加上最开始的时候 iGEM 是提供一些 BioBreak 给大家去共同使用，但是随着这个全基因合成的技术越来越进步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直接去全基因合成一些大的片段，然后不限制只有在 BioBreak 上面。所以之前在好比说10年前 IDT 是没有提供20KB 的，没有，以前真的只有就是从 BioBreak 里面剪接，当然你还是可以从大自然去做一些 PCR 的一些 DNA，但是绝对没有办法全基因合成给一个大片段。现在免费给我们20KB，就是一个非常大量的 database 可以给你来做。可是我之前不知道，因为是这样，因为其实能全基因合成就完全释放了自己的想象力。所以你们是很年轻的，你知道，其实过去这10年来，这个基因合成技术真的是进步很大。对，也是让 iGEM 这个比赛，它跟得很紧。其实 iGEM 这个比赛，我觉得给社会也好，我们说给这个高等的教育的同学也好，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性，就是它最初其实是 DNA 的设计，然后去做一些实验去证明，但是慢慢已经走向可以有 hardware 了，所以这几年都要有硬体的东西。像我们就好比我们去年你们的队伍2019 iGEM 成大的成果就是一个很好的 device， 可以用我们的血液去分离，得到一个我们最终里面的讯号是可以用我们的生物菌去侦测，所以它对 hardware 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以前是不需要看到实体的 hardware， 但为了推广给大众，所以除了 DNA 的部分，还希望有 hardware 有硬体可以让大家展示出来。那同时，它的 HP 就是 Human Practice 这一块也越来越多元。它以前可能是只希望大众可以更了解这种合成生物技术是什么，现在跟企业的接轨，跟我们也做了一些企业的参访，或者是去了解说他们要实际上怎么样生产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在基础研究上面的东西去做商业化，还有它的商业模式。是啊，所以商业模式，对你刚刚讲到，这经过了10几年的这个 iGEM 的发展，其实有很多非常好的题目都慢慢可以变成商品化。比如说我们台湾那个交通大学的题目，他们是做生物农药的，他们最后也结合了 IoT 这种物联网的方法，也开了一个新创的公司。你可以想看，所以 iGEM 这10多年来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其实讲到 HP 啊，其实就是跟大众的沟通。其实我们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大众第一个听到合成生物学你在做基因的操作的话，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东西是 GMO。那这其实，但其实合成生物学可以做到的东西其实更多。它不止 GMO， 只是它其中，应该说基因工程或基因改造，它只是它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分支。是啊，你刚刚讲没错，就是大众可能只觉得是 GMO， 就是基因改造的物种，事实上不止。合成生物学在能源在医疗、在诊断在食品的分析、
在环境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污染，它都可以拿来当一个对，用生物除污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方法。对，所以它不仅只有 GMO， 所以也希望大众们可以更了解，所以我们用合成生物学，并不是只有 GMO 这个产品出现，而是更多的可以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的一个机会。其实合成生物学真的是只要有生物的系统，我们就可以应用上，因为最基本的语言被我们掌握了，那其实我们可以做的花样基本上就是就只是受限于我们的想象而已。没错，你讲得很好，就是我们现在想象力如果够的话，你有很多新的想法都可以用合成生物学这个工具、这个平台去实行。对，是的。老师是做合成生物学也很长一段时间，老师会认为合成生物学的未来会走向就是大众嘛，就是好比说像从实验室到车库，就是之后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在就是自己的家里，甚至是就是高中生也都可以自己操作这些 molecular cloning 的一些实验。老师会觉得有这一点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其实过去你看我们的电脑工业从最早期就一台很大的，好多人用一台电脑，到现在其实人手一个手机，其实跟合成生物学现在很像。对，我们的电脑工业电子发展很快，经过40年的时间，我们得到非常多的进步性。合成生物学大概就是可能，如果这个名词出现到现在，其实还不过20年而已。所以未来的20年，你说如果我们有办法在自己的车库自己家里就可以做一些生命的一个起源就是 DNA 的 manipulation， 这个会不会是有可能？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也是要注意一些东西，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我们的想象只是想要做出来，我们一定也有一些规范。因为合成生物学它不仅是一个跟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对于这个道德规范不够严格的话呢，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灾难出现好比如说把病毒散出去啦，把一些不应该存在生物危害的东西，对，不应该存在的，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怪兽这样送出去。所以它原则上，我相信在 design 这个部分，在设计上面可以让它百花齐放，就是各式从小学生、中学生到社会人士。其实现在有很多网络上的软体是，就是你可以像写 program 一样，就是它最后 output 的 form 就是 ABCG。就是我想要 input 什么样的 chemical， 对，就好像是给你一个固定的软体，你可以再去做编辑。我觉得这个可以走向，就是从你说的，从实验室到车库，就个人型的都有。但是如果要实现这一些产品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规范比较好，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非常对社会大众有责任的一个部分。对，我的看法大概是这样。所以老师刚刚讲到规范或责任，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打造一个所谓负责任的合成生物学社区？就是好比说今天我不是可能每个人要来这个地方做实验，可能要先上一些环安的课，或者是一些老师会有什么像想法？除了一般的课程之外，有没有一些额外的？我们这个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从 iGEM 出发，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在像我们每一年参加比赛都要写个 safety form 对不对？就是一个检查你的物质是不是生物安全的，然后 safety 要先过。所以我想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打造一个负责任的合成生物学的那个过程，我们也是其实可以 follow iGEM 的一个 standard 一个标准我们在执行一些想法的时候，我们需要填一些表单，让这些资料成为审查的资料。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让它进行。那其实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是让大众更清楚合成生物学可以改变世界上面哪些重要的议题，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把它可以算是breakthrough。其实大众的关注，其实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监督。那科学家要做，其实就是公开透明，然后去好好的解释说我们这个 project 那实际上要做的东西是什么。我完全同意，对，我们的大众就是我们的观察者，也就是他来监督我们，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我想科学家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这个金字塔里面一些内容，让社会大众更了解，其实是很有机会帮这个产品或帮这个想法落实到社会当中。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对，就是希望更多人参与，更多人了解合成生物学是什么，然后我们也打造一个负责任的平台，让更多人可以用这个平台做更美好的事情，是 make a better world， 是 make a better world。合成生物学是一个发展快速的跨领域学科，而且拥有无限的应用潜力。但我认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
一个负责任的科学社群需要同时肩负起科普的义务，才能减少知识落差所带来的怀疑甚至恐惧。那今天很高兴能跟不同年龄层的人来聊聊什么是合成生物学。那今天希望看完影片的人也能了解合成生物学在做什么。